那个林口三井的 BOSS 有一个零食柜摆在室内区的部分，然后他们年底有一系列的促销活动，我马上带大家去看。走。回去再这样给大家看。走。好，我们现在打开2020 BOSS 史上最强的抗噪耳机，全台湾第一个开箱的，有没有？酷吧？帅。好，这是本体，等一下再看。这里面有什么呢？耳塞2副，这个是传输线，说明书最不重要的。很好，没了。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，帅。它其实是雾面的，有一点紫滑的橡胶材质，然后充电是 Type C 的孔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打开。中间是蓝牙的重置的钮，连太多装置你可以重置它。这边还有电力显示，有没有？它显示蓝灯就表示它在搜寻配对中，我们目前还没有配对任何装置。然后它有一点磁吸。BOSS 的专利鲨鱼式耳塞，再来这个很特别，它做一个椭圆形的设计，它会更服贴你的耳朵，加上让你的耳朵更没有异物感，这件事情超重要，这是 BOSS 独家拥有的东西。然后一边有2个麦克风收音，外观这边是一个雾面的烤漆。好，我们来给它一个特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怎么配对哈。首先，先下载这个 BOSS 的 Music App， 新增设备，搜寻耳机，点下去，这个把它打开，立马跳出来。它这个蓝牙5.1真的相当的快。好，连线完成。这边还有显示左右电力各多少，然后大小声直接调。它消噪等级总共有10段哦。你消噪开得越重，我就与世隔绝的越干净，自己可以做调整。它一样可以跟 Siri 对话，像调音量、大小声，它都可以直接跟 Siri 做沟通，相当的方便。很简单、简洁有力，酷毙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与 AirPods Pro 比一下，它的盒子稍微比 AirPods Pro 大一点点，大了差不多1/3，厚度呢厚了快一半哦。2个都是 Type C， 2个都支援无线充电。好，再来比较一下2个耳机的部分，这2个都是右耳的部分。其实2个大小差不了太多，它一样支援触控式，跟它一样可以呼叫 Siri 调音量。然后它们的耳塞长得比较不一样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称一下重量。Apple AirPods Pro 呢是56克，那我们的 BOSS 的抗噪耳机呢95克。再来，我们测一下单耳的耳机重量。AirPods Pro 呢是6克，我们的 BOSS 的抗噪耳机呢是9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们今天呢，请到我们的赖瑞在 YouTube 上面数1数2，专门开箱降噪耳机的3C 达人。我昨天去买 BOSS 的音响，BOSS 的耳机。我昨天去买了 BOSS 的耳机。我原本就买了那个 AirPods Pro， 我也有。对，当初就是因为它是苹果嘛，信仰问题，信仰问题，付了不少钱。其实我昨天有偷偷开了一下，看一下。其实我也不要在那边假装，好像我第一次看他。然后我一进他家门，我就已经开了。我们先看一下配件，它就是一个 Type C 的充电线，然后它的耳塞，它的鲨鱼鳍耳塞有3组，而且它这个鲨鱼鳍耳塞好像长得蛮特别。专柜的小姐是告诉我说这是他们的专利哦，它是耳塞，就是跟它的鲨鱼鳍是连在一起的。
这个其实在耳机里面算是比较少见的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是几乎是不太有耳机这么做，我看过，但是很少。而且它的这个耳塞是做椭圆形的，耳朵的耳道的形状不是是，所以呢，它如果做椭圆形的话，其实是会比较符合的。塞进去的话，它其实会比较贴耳，比较补贴一点。对 OK， 说明书，对，它跟 Apple 一样简约啦。在哪里简约？搞得跟圣经一样。其实这一款耳机的话，其实我刚刚玩了一下，它的体积啊，其实不算小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还在接受范围小啦。还算帅啦，还算 OK。我刚才也试了一下，它主动式降噪的强度真的也算是蛮强的，跟 AirPods Pro 的强度是不太一样的。AirPods Pro 它的主动式降噪强度是有点强压进耳朵的感觉，对，就是你就会觉得它的涵盖范围很大，对。然后呢，它的强压感很重，耳朵就会不舒服。如果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戴久了会觉得好像音压感很重，耳朵闷闷的。但是这一款不会，它强归强，但是它把它的强度调整在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范围。而且它 App 里面是不是也可以做设置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如果要从耳机上面去操控的话，可以去设置通透模式，然后中间一个降噪，然后再一个最强的。我只要敲2下，它降噪就会变哦。对啊。用自定义的方式去设置这3段你想要多强，因为 AirPods 好像就只有跟没有。对对对，有跟没有，然后还有一个通透模式，它也是3个模式，但是它是固定的，你不能调强度，就跟苹果手机设计概念是一样，它就是帮你弄好的，但是它就是不太能调动它。刚刚我也听了一下它的声音，它的声音我觉得也蛮好听的。你说它的音质是？对，它的音质也蛮好听。虽然说它只有支援 SBC 跟 AAC， 它没有 aptX， 但是我觉得它声音上面 ，BOSS 真的不用讲，真的是有它的水准在。所以声音的部分，我真的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。那它里面可不可以调整 EQ 呢？天啊，9500就要飞出去。它这个 App 里面是不能调整 EQ 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听 Spotify，Spotify 里面其实自己可以调 EQ， 这是我近期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。还有一个功能，它的右耳呢，它跟 AirPods Pro 一样，戴上去它先有个音乐，甚至它告诉你说你的耳机现在剩多少电力，讲普通话的。我记得我刚刚看到大概6、7个，然后你会听的也只有英文跟中文，里面还有广东话，我刚好。对，还有广东话。只要右耳按着不放，它就可以直接呼叫 Siri。其他耳机会有啦，叫 Siri。还以为很特别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没有买过其他耳机，所以才找你来嘛。它的单次充电使用时间是6个小时，那如果搭配上充电插话，总共可以来到18个小时。然后我看到说，当你没电的时候，你充15分钟就可以再用2个小时。快充，它有快充功能，对，而且它好像也是有无线充电的。对，它还支援无线充电。对，所以呢，它在充电的这部分还有电量，我觉得都有在水准上了。现阶段以2020来说，它该有的功能都有，然后它的蓝牙是5.1最新的版本。不过我要说一下，就是几个我个人觉得小缺点，你可以把它剪掉。好，你说。刚刚说它的耳机的单次充电使用时间6个小时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它加上充电仓才多12个小时，但是它充电仓做的蛮大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可以再多一点点，我觉得会比较，因为苹果这可以到24小时嘛，这2个东西你要怎么去挑选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假如说你今天是用苹果的手机，然后你不想要想太多就使用耳机的话，我建议你买 AirPods Pro， 因为它就是跟苹果很合。但是如果假如说今天你想要多做一些设定，想要玩一些功能，那你就可以去买 BOSS。它的舒适度其实比 AirPods Pro 来得好很多，我觉得都不错。我个人是对 AirPods Pro 的舒适度评价蛮高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因为每个人耳朵形状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东西很主观。假如说像 BOSS 这种的话，你都可以去它的门市去试听。基本上我觉得它的功能 OK 啦，毕竟他们是第一款有主动式降噪的真无线蓝牙耳机。你觉得它价位上合理 ？BOSS 他们家有一定的价位水准在。基本上我觉得耳机的做工也做得不差，9500块哦。我自己会先想一下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 BOSS 耳机。有预算想要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耳机，买这样的价位我都觉得没有关系。OK， 要测试一下律动吗？你说带着跳还是什么之类的吗？对耳机或对3C 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追踪一下那个我们赖瑞的 YouTuber 频道，我会在底下放上连结。好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杰夫，我是赖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按着左耳不放，它就直接跳到下一首歌。对啊，耳机拿下来，它音乐就暂停了。然后如果要把它戴上，它就直接继续播放音乐。